如果我说这部影片可以救你一命，这真的一点也不夸张。因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，跌倒是全球第2大的意外死因。而且不仅跌倒本身很危险，还有很多人是因为跌倒后爬不起来，而无法向外界求助。我们社区就有发生过一个奶奶，早上在浴室跌倒，趴在地板上8个小时后才被发现的事情。而预防跌倒及培养站起来的能力，是成本极低但回报极大的投资。在这部影片中，我要给你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，从蹲下和站起来这2个方向出发，可以当做你的保命锦囊。我想请你帮我做个测试，手不要碰任何东西，双脚交叉，慢慢坐下，再站起来。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扶东西，膝盖碰地，手摸膝盖，或者是小腿碰地板，都算扣分。这个测试叫做坐立测试 SRT。SRT 可以综合评估你身体的灵活性、平衡感，还有肌肉力量。扣分的地方越少，表示你跌倒的风险就越低，也表示你的身体越健康。那为什么这个简单的动作就可以判断出跌倒的风险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帮你拆解一个满分的 SRT 需要什么动作，你就知道啦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下蹲阶段的髋关节。下蹲过程中，髋关节要能承受你的体重，还要内转，这时候就很吃臀大肌的离心控制力。如果你的臀部肌群有稳定离心收缩的能力，就能在不扶任何东西的情况下慢慢蹲下去。那接下来是膝盖，在下蹲的过程中，膝盖弯曲的动作需要股四头肌还有腘房肌一前一后的合作。如果这2条肌肉力量不够或不平衡，蹲下的过程中膝盖就会晃，这也是很多人蹲到一半会直接脚软坐在地上的原因。最后，我们来看看脚踝。脚踝的活动度对下蹲的影响很大，在下蹲过程中，髋、膝、踝3个关节所需要的活动度是此消彼长的关系，所以如果脚踝的活动度不够，膝和髋就要贡献更多的活动度。而且脚踝活动度差的人，蹲下的过程中也会更容易往后跌坐。仔细观察，你可以发现，在脚交叉蹲下时，脚踝需要稍微内翻，只要脚踝内翻的能力够稳定，其他关节就可以用更小的活动度完成下蹲，这样整个下蹲的过程也会更稳定。而且即使是天生的脚踝不灵活，只要小腿后侧的肌肉还有脚踝周围的力量够强，还是可以稳稳的蹲下去。总结一下，一个能顺利完成 SRT 下蹲动作的人，通常臀大肌、股四头肌、小腿后侧肌肉以及脚踝控制内外翻的能力都是及格的，所以跌倒的风险就比较小。而且完成这个下蹲的动作，除了需要关节活动度还有肌肉力量，还需要有一定的平衡感，还有不怕跌倒的心理。毕竟脚交叉会使底面积缩小，很多人在这一关就会因为害怕跌倒而不敢蹲下去。说到不敢蹲下去这件事，我特别想跟你聊聊恐惧的这件事。很多长辈对跌倒会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恐惧心理，甚至有个专有名词叫做跌倒恐惧症，专门形容这种心理状态。我朋友他妈妈现在才60出头岁，身体也还很健康，但因为他有个朋友跌倒骨折住院，从此之后他就产生了跌倒恐惧症。那这个跌倒恐惧症会有什么症状呢？我强调一下，接下来讲的都是真实发生的案例，一点都没有夸张的成分。跌倒恐惧症的患者会因为害怕跌倒，选择足不出户，吃饭也要别人送到面前，不敢上下楼梯。即使身体没有状况，但一整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只坐着或者是躺着，最后会发展成刻意回避任何的肢体活动。在心理上，一旦出现跌倒恐惧症，就会和生理上的肌少症、平衡感退化形成恶性循环。所以，这个 SRT 的下蹲阶段，可以在安全的环境下做不怕跌倒的心理建设，打破这个恶性循环。这个下蹲看似简单，但却非常重要。我希望你可以把它牢记在心。讲完了 SRT 的下蹲阶段，接下来我们来讲 SRT 的站立阶段。下蹲后站不起来的人，可以直接透过影片下半部分的练习，来强化下半身的平衡感还有力量，帮你离跌倒再远一步。四字形伸展，一开始先将骨盆复位，身体往前倾，屁股往后推，将坐骨坐到椅子上，右脚翘二郎腿，脚踝超过膝盖，上半身打直，用手把膝盖往下压。身体往前倾，先伸展髋后侧的关节囊，提高髋关节区区的活动度，感觉到右边屁股紧紧的停留30秒。做这个动作不要弯腰，要想象胸口有一盏灯往前照，头顶往前延伸，让脊椎保持一直线。30秒后，身体回正，双手变成抱住膝盖，往对侧的肩膀拉，内收内转
屈曲的这个动作，可以伸展到臀大肌，停留30秒，换边。每天做3组。手扶膝盖做到站，坐在椅子前1/3的位置，身体往前，屁股往后推，将坐骨坐在椅子上，将脚踝收进膝盖的内侧，会更好站起来哦。一开始先用速度以及惯性练习往前荡，手可以扶在膝盖上，停留3秒。坐下，再往前荡，停留3秒，再坐下，再往前荡，停留3秒，再坐下。第4次往前荡不停留，双脚脚跟用力往下踩，胸口想象有盏灯往天花板照，站起来。接着身体往前倾，手扶膝盖，屁股慢慢往下，停留3秒，再坐到原来的位置上。一组6次，一天做3组。接着同样的动作换成把手放在肩膀上，挑战平衡感与力量。一开始先用速度以及惯性练习往前荡，停留3秒，坐下，再往前荡，停留3秒，再坐下，再往前荡，停留3秒，再坐下。第4次往前荡不停留，双脚脚跟用力往下踩，胸口想象有盏灯往天花板照，站起来。接着身体往前倾，屁股慢慢往下，停留3秒，再坐到原来的位置上。一组6次，一天做3组。单脚做到站，坐在椅子前1/3的位置，身体往前，屁股往后推，将坐骨坐在椅子上，将脚踝收进膝盖的内侧，会更好站起来。把一只脚垫脚尖，双手可以扶膝盖。一开始先用速度还有惯性往前荡，手可以扶在膝盖上，停留3秒，尽量把重量都落在没有垫脚尖的那只脚上哦。坐下，再往前荡，停留3秒，再坐下，往前荡，停留3秒，再坐下。第4次往前荡不停留，脚跟用力往下踩，胸口想象有盏灯往天花板照，站起来。接着身体往前倾，手扶膝盖，屁股慢慢坐下，停留3秒，再坐到原来的位置上。一组6次，一天做3组。接着同样的动作换成把手放在肩膀上，先用速度以及惯性练习往前荡，停留3秒，坐下，再往前荡，停留3秒，再坐下，再往前荡，停留3秒，再坐下。第4次往前荡不停留，脚跟用力往下踩，胸口想象有盏灯往天花板照，站起来。接着身体往前倾，屁股慢慢往下，停留3秒，再坐到原来的位置上，重心都落在一只脚就好哦。一组6次，一天做3组。末端力量训练，站起与坐下训练。站起，先盘腿坐着，放一张椅子在前面，把一只脚直立，脚跟踩稳地板。接着我们练习把重量向前倾斜，放在这只脚上。向前倾斜这个动作需要多练习几次，因为一开始会比较困难。向前倾斜的过程中，你可以用手帮忙扶住膝盖或者是前方的椅子，你也可以利用全身的惯性向前荡，直到能够轻易的将重心放在前脚上，并稳稳的踩在地板上。接着站起来时，想象脚跟下方有一只蚂蚁，踩死它，记录脚跟要一直发力往下踩，同时想象胸口有一盏灯往上照，不要驼背，这样会更容易站起来。最后手也可以用力推一下椅子或身体，帮助自己站起来。坐下，用同样的方法坐下来，先交叉脚，脚跟发力往下踩，膝盖往前，屁股往后推，手推椅子帮忙，让身体慢慢接近地板。过程中手都可以扶东西，如果会害怕跌倒，在屁股下方放一些软垫，一直练习到可以慢慢的接近地板。很多人一开始做不到这个动作，或觉得力不从心，主要是因为力量没有从脚跟一直传到臀部还有腿部，这是正常的。即使是健康的人，也需要多练习几次。但只要多练习，让身体熟悉肌肉在末端角度的发力，我们身体的适应能力很强，你一定可以学会如何站起来。今天这部影片，我给了你一个非常简单但极度好用的 SRT 测试，它可以快速的测出你的身体容不容易跌倒。
预防跌倒是成本很低但收益很高的投资。我希望所有人应该都记住这个测试，让身体随时做好准备，你就会有信心告诉自己，就算跌倒又怎样，轻松拍拍屁股站起来吧。以前用体力劳动的时代都是抓到机会就休息，但现在脑力劳动的时代，这个观念要改一改了，反而是抓到机会就要动一动身体才行。在抗衰老还有促进健康的领域里，没有一种药的效果能够比得上运动，而且运动是唯一一种只能靠自己主动去做的事情，而且只要开始锻炼就一定能看到效果。如果你想要有健康的身体，那早晚都一定要开始锻炼的，不如就从现在开始吧。一开始没有运动习惯的话，可以从小小的改变开始，比如把坐着滑手机的时间换成站着滑手机，搭电梯改成走楼梯，近距离的移动改成用走路的等等。每一个小改变都是迈向健康生活的阶梯，让我们一起一步步走向更健康的身体。那以上就是这部影片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你觉得有帮助，别忘了帮我分享出去，这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，拜拜。